深度有趣有逻辑，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真朋友真相欄目。我們今天來聊聊這個中國央視大戰國際足聯一場標價3億美元的世界杯轉播權權謀與鬧劇。那我們今天來深挖一場剛剛落下帷幕卻極其驚心動魄的跨國商業博弈中國這個央視與這個國際足聯有非法關於這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轉播權的生死談判。那開篇我們先簡短的表達一下我們對整個事件的核心觀點在這場被外界稱為鬧劇的版權大戰之中國際足聯原本試圖利用中國龐大的球迷基數和不可替代的市場體量，開出3億美元的驚人的天價。然而，他們顯然低估了這個中國市場的規則以及央視有的這個行政權力那最終呢，央視以仅僅6000萬美元大約是4億元人民幣的價格壓哨絕殺，完成了這場砍價幅度高達80%的史詩級的談判那這場對央视來說巨大的勝利絕非偶然，它不僅歸功於這個國家廣電總局政策的護城河這個其實是最重要的，一會兒我們會解析它賦予了央視的这个獨家壟斷的底氣。那還有就是客觀存在的北美時差的劣勢與經濟環境的擠出效應，更離不開隱居幕後的中國贊助商比如這個聯想海信蒙牛用數億美元的真金白銀構建的商業的核威脅。那這也是中國體育產業從昔日被動接盤走向主動定價的一個成人禮那接下來呢，我們就以全景視角的敘事方式來為您一字一句的復盤這場交織着資本貪婪、政策壁壘、跨國公關與深夜斡旋的商戰大戲那我們不僅要看懂表面上的價格博弈，更要帶您穿越回過去近半個世紀的歷史長河，去挖掘那些不為人知的行業內幕。那第一章我們來看看這個貪婪的饕餮與這個殺豬盤這個國際足聯吃相難看的雙標定價。那要把這個故事講透我們必須要先回到這場風波的起點，國際足聯內令人瞠目結舌的貪婪與傲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世界上第一次由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3個國家聯合舉辦的這個足壇盛宴更重要的是這屆世界杯首次迎來了重大的賽制改革，參賽球隊從傳統的32支歷史性的擴大到18支這個32到48，球隊多了，比賽場次自然水漲船高，從64場直接飆升到了104場。在國際足聯的算盤裡場次增加了接近2/3，轉播權的商業這個價值自然也應該成倍翻番那根據新浪體育的報道在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期間央視打包購買2屆世界杯轉播權的總價格是3億美元，平均下來一屆接近1.5億美元。而這一次針對這個擴軍之後的美加墨世界杯，由於總共會上演104場對決，商業勢能劇增，國際足聯最初對央視的單屆要價居然直接飆升到驚人的3億美元，甚至有消息人士指出這國際足聯打包2026和2030年2屆世界杯初始要價更是高達8億美元，隨後才極不情願地降到了6億美元。那這是什麼概念呢？這簡直就是一個針對中國市場的超級殺豬盤為了看清這種定價有多麼離譜我們橫向對比一下全球其他市場的版權售價。根據鈦媒體還有這個包括這個財經資訊匯總那麼今年5月8號，中國香港地區這個轉播權由電訊盈科旗下的 Now TV 與 VIU TV 聯合拿下，總花費只有2500萬美元，折合人民幣大約1.7億元。如果按人均計算，香港每人大約只掏了3.3美元看世界杯。而面對擁有14億人口的這個中國大陸，那個國際足聯開出的底線如果是2.5億到3億美元，那人均表面上只有0.18美元似乎很便宜。但是，一旦我們對比同樣是人口超級大國且足球同樣是國家弱项的印度，那國際足聯的吃相就顯得極為難看且充滿歧視了。那根據新浪體育和鈦媒體等等的深度挖掘印度本土的這個電信和媒體巨頭是叫做這個信實集團Reliance， 那同時呢也是迪士尼在當地的合作方。由於對賽事的評估趨於理性，計劃將報價從上屆卡塔爾世界杯的大約6000萬美元大幅下調到只有2000萬美元。那國際足聯對於這個是極其不滿對印度2屆轉播權轉播權這個打包降價之後的要價定在了約3500萬美元，單屆大約是1750萬美元。
這依然遠遠高於印度的出價啊。那麼，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啊，这个极其刺眼的数据差啊，我们注意一下，这国际足联啊向中国大陆開出的3億美元的初始報價，大約是向印度報價的17倍，太誇張了啊。那與此同時呢，根據這個財經網的這個報道，那日本和韓國大約以1億美元的價格確定轉播權，而作為核心市場的美國福克斯廣播公司啊，這個斥資4.8億美元拿下了英語賽事的轉播權。那這種極其明顯的這個看人下菜碟兒啊，這種歧視性定價，直接點燃了這個中國的球迷和媒體的怒火。在社交網絡上，那呼籲這個央視啊，堅決拒絕購買，絕不當冤大頭的聲浪此起彼伏。這股巨大的輿論共識反而成了央視在談判桌上無懼壓力的最強的民意後盾。那國際足聯的這個貪婪啊，還不僅體現在轉播權上啊，他們甚至將賺錢的算盤已經打到了每一張門票上。根據時代財經的這個報道啊，這個國際足聯在這屆世界杯上採用了類似於航空公司的動態定價算法，在這個極其榨取球迷情懷的算法之下，決賽也就是第104場比賽的一類前排座位門票在官網上標價最低大約是2.71萬美元，最高拍價竟然高達匪夷所思的98.81萬美元。這國際足聯啊，你們可長點心吧！一張足球門票能夠到人民幣673萬。那當一項擁有100年歷史，這個機電啊，本來應該屬於全人類共享的平民運動，被極致商業化榨乾每一滴血的時候，賽事將不再是純粹的足球盛宴，反而成了一支逐利的商業工具。那正如業內人士郭聰啊所言啊，那麼過度商業化只會抬高版權的門檻，長期來看必將透支世界杯的情懷和口碑，慢慢疏遠普通的球迷，最終將國際足聯自己逼進一個騎虎難下的死胡同。第二章我們來看看央視的絕對底牌啊，它有4大護城河啊，如何讓國際足聯低頭？那面對國際足聯氣勢洶洶的步步緊逼，中國央視為什麼能夠穩坐釣魚台呢？為什麼面對對方上億美元的降價誘惑，央視依然敢於將報價死死咬在6000萬美元到8000萬美元這個極低的區間，絕不敢鬆口呢？那這背後不僅是簡單的討價還價，而是央視手中緊握着4張常人難以察覺卻招招致命的市場與政策的底牌啊。第一張底牌啊，其實是最堅不可摧的一張，也是最具有中共特色的，就是政策制度壁壘賦予了法定獨家的這個議價權啊。根據新浪體育、新浪財經等的深入分析啊，早在2000年的1月，國家廣電總局就極具前瞻性的發布了關於加強體育比賽賽事這個電視報道啊以及這個轉播工作的通知。這份至關重要的文件被業內稱為廣電總局2000年1號文。那其中明確規定說，我國境內的電視轉播權統一由中央電視台負責談判與購買，其他電視台不得直接購買。那這樣政策直接賦予了央視在中國大陸地區對於頂級國際體育賽事的法定的絕對的壟斷地位。這意味着什麼呢？這意味着國際足聯啊想要把世界杯的信號合法的賣給中國大陸，央視是它唯一的通道啊。國際足聯根本無法像在歐洲或者美國市場那樣，通過這個挑動國內各大商業轉播機構啊，比如包括地方衛視啊，或者優酷、愛奇藝、騰訊等視頻網站，相互競價來坐收漁翁之利。那中國大陸其他任何平台如果想要獲得轉播權限，都只能通過央視手中進行分銷授權的方式獲得。那央視這一個統購統銷的啊，這個共產主義的這種做法，社會主義的做法，就徹底斬斷了中國買家互相抬價的可能性了。那第二張底牌呢，是令人絕望的時差黑洞。這屆美加墨世界杯啊，舉辦地在遙遠的北美大陸。那對於中國觀眾來說，這是一個極其痛苦、極其反人類的作息時間。根據新浪體育披露的數據，本屆世界杯高達70%的賽事都集中在北京時間凌晨2點到上午9點之間進行。我們都知道，體育電視轉播最核心、最直接的變現手段是廣告招商，而凌晨時段的廣告單價在商業評估中連黃金時段的15%都不到。根據相關內部測算，因為這糟糕的時差啊，往屆可能達到50億元人民幣的單屆廣告收入預期，直接面臨被腰斬的巨大風險。花3億多美元去買一個絕大部分中國人都還在夢鄉裡進行的賽事，這筆經濟賬對任何一個理性的商業機構來說，怎麼算都是血虧的。第三張底牌啊，是賽事質量的嚴重稀釋與情感斷裂。表面上看啊，世界杯擴軍到48支球隊，比賽達到104場，聽上去很美好啊，場次多了，
似乎意味着可以賣更多的廣告了，但實際上這也意味着增加了大量實力懸殊的雞肋戰。有數據顯示，這104場比賽中，至少有37場屬於強弱極度懸殊的邊緣賽事，大大削弱了總體的招商引力。根據时代財經對業內人士的採訪新增的大多是弱隊晉級，單一場次的含金量大幅降低，总體賽事的 IP 價值不僅沒有隨着場次的增加而上漲，反而被嚴重攤薄了。更讓中國轉播商感到现實和無奈的是，情懷這個情感的斷裂國足這個中國足球這是中國最傷心的事兒國足連續6屆無缘世界杯了，導致國內泛球迷群體的觀賽熱情其實已經急劇降溫沒有主隊賽事，如同沒有靈魂的狂歡。大量調研數據有顯示，無主隊賽事使得這個國內泛球迷群體流失已經超過了40%，大量核心的觀众甚至開始將目光和情懷寄托轉向了諸如村超這個貴州村超是吧？這個這個農村的這個超級聯賽等等極具本土情懷共鳴的民間草根賽事。第4張底牌是傳播生態與技術範式的全面顛覆。在過去誰掌握了電視轉播權，誰就掌握了絕對的流量密碼。但在如今這個短視頻當道、碎片化閱讀的移動互聯網時代，這種壟斷邏輯已經被徹底打破了。根據新浪體育的行業觀察，上屆卡塔爾世界杯有高達70%的中國觀众是通過短視頻平台进行碎片化觀赛，看集锦、看进球短視頻变成了主流。傳統電視直播的壟斷商業價值正在快速瓦解，這也讓央視在談判桌上有了極其充分的數據支持來主張你版權價值必須從單純的直播權溢價向更理性的内容生態權轉型了。此外，中国轉播團隊將首次應用自主研發的 8K 加 VR 技術，甚至海信的这個显控系統同步輸出到全球12個賽場。中國正在實現從內容消費者到技術輸出者的這個身份躍遷，也為中國方面增加了無形的談判籌碼。第3章我們來看歷史的輪迴從免費共享到100萬美金的商業覺醒。其實如果我們把時間的刻度拉長，深挖一下過去的歷史不難發現，央視與國際足聯關於世界杯轉播權的博弈從來都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鮮事。這是一部跨越了近半個世紀交織的妥協、抗爭與商業覺醒的恩怨情仇錄。從1978年算起中國球迷已經連續觀看了48年的世界杯了。根據新浪體育的回顧，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是央視第一次將這項全球頂級的足球賽事帶給中國觀眾，只不過受限於當時的技術條件，當時只能採取錄播決賽的方式。而當時轉播信號的獲取也是通過亞洲太平洋廣播聯盟亞廣聯，就是 ABU， 它共享的免費的信號。從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開始，央視終於實現了全程直播，從此一屆不落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轉播權對於中國市场幾乎是半買半送的扶持性質。根據鈦媒體還有時代財經整理1982年央視支付的費用大約只有5萬美元。到了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央視首次為世界杯版權參與了聯合付費。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央視第一次獨立買入了報道權，並且從這屆起維持了向整個中國的觀眾全程免費轉播全部64場比賽的一個傳統。但是真正的第一次商業理念碰撞發生在1994年美國世界杯，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次就版權費用與國際足聯在談判桌上真刀真槍的討價還價了。那當時這個國際足聯給央視開出的報價是40萬美元，而當時央視的外匯預算只有大約10萬美元。那雙方經過反复的拉鋸，最後各退一步以不到这個20萬美元的價格成交了。僅僅4年之後到了1998年法國世界杯，央視購買轉播權的價格已經是幾何級數上升了達到了大約200萬美元。第4章我們再來看諸侯的背叛與廣電總局的鐵幕。2010年地方台造反事件按下葫蘆浮起瓢外部的資本巨獸雖然倒下了，但在巨額利潤的誘惑下，中國電視市場內部的諸侯卻開始蠢蠢欲動了。這就是中國體育電視轉播史上極具標誌意義的2010年地方台造反事件。隨着中國經濟騰飛，那世界杯商業價值井噴，央視憑借着獨家壟斷的轉播權賺得盆滿缽滿。根據新浪財經這個如果計算2010年南非世界杯和2014年這個巴西世界杯，央視就世界杯展開的專門廣告集中招標總金額就接近6億元，
加上零散項目，所有廣告收入總額即達10億元。此外，加上向視頻網站分銷新媒體視頻轉播權，向省級電視台分銷電視版權，央視在這2屆世界杯的總收入預計將超過驚人的20億元人民幣。面對這塊巨大的肥肉，擁有龐大的這個收視群體的這個地方電視台早就垂涎欲滴了，誰都不甘心只做央视的下游買家呀。2006年德國世界杯这個結束不足1年啊，一場針對這個央視壟斷地位的密謀就悄然展開了。根據新浪財經啊，時任國際足聯主席的這個布拉特，為了給國際足聯在2010年和2014年世界杯轉播權上賣個好價錢，風風火火趕到了上海，當起了說客啊，會見了時任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 SMG 的總裁黎瑞剛等等4家中國的這個省級電視台的老總們。地方台聯盟與渴望打破中國市場一家壟斷的國際足聯一拍即合，初步達成了驚天協議，商定由這4家地方電視聯盟各自出資，共計支付高達1.2億美元的巨資，試圖直接從國際足聯手中截胡獲得2010和2014年世界杯的這個中國獨家轉播權。那按照他們的測算，加上巨額的分銷版權收入，這不僅能收回成本，還能夠大賺一筆啊！如果這一計劃真的能得逞，那其實中國這個市場化程度算是進了一大步啊！那中國體育電視轉播的格局將被徹底改寫，這個中央電視台的這個霸主地位將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但是国際足聯和地方台聯盟都嚴重低估了中共的這個本性啊，政策的威力啊！那正如我們前面在剖析央視底牌時提到的，2000年1月，中共的這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啊，這個廣電總局對吧？那麼發布了那份關於加強體育比賽電視報道和轉播工作的通知，就是1號文，成為了這一道地方台無法逾越的鐵幕呀！這項政策猶如一把尚方寶劍，直接從法理上宣告了地方台跳過央視直接購買版權的行為是違規的。那在政策因素的強力干涉下，4家地方台聯盟逼宮的勢力最終化為了泡影啊！國際足聯打破了一家壟斷的圖謀啊，這個宣報是破滅了啊！這個最終啊，國際足聯只能乖乖的回到與央視的談判桌前，以大約1.2億美元的價格，將2010年和2014年2屆世界杯的這個中國轉播權又獨家出售給了央視啊！那第5章我們來看驚心動魄的48小時。聯想的深夜出擊，就是回答了我們的剛才這個標題啊，到底最後是誰一錘定音呢？真的大家可能想不到，居然是聯想啊，一個賣電腦的。那贊助商的合威社啊，那時間就來到了2026年5月中旬了，距離美加墨世界杯開幕6月12號啊，已經不足1個月時間了。這絕對是一個千鈞一髮倒計時啊！如果轉播權再敲定不下來，央視的各項廣告招商將徹底爛尾，而數以億計的中國球迷將面臨這個中共建政以來第一次啊，1978年以來啊，這個開放以來第一次沒有所謂官方正規中文解說直播的尷尬。那就在這個令人窒息的至暗時刻，一股隱秘而強大的商業力量強勢介入了，那就是站在央視和這個國際足聯背後真正的金主爸爸，其實是中國的世界杯官方贊助商們。我們需要認清一個極其重要的現實啊，中国企業早已成為了國際足聯絕对無法割舍的最大的现金奶牛。根據南方都市報啊，那個上一届2022年這個史上最燒錢的卡塔爾世界杯上，包括萬達啊，這個蒙牛、海信，還有 vivo 啊，這個等等，還有雅迪啊、BOSS 直聘那等等這個在內的中國企業，總計為國際足聯貢獻了高達13.95億美元的天價贊助費。這個數字直接超越了美國企業的11億美元，讓中國企業在當時毫無爭議地成為了當屆世界杯全球的头號金主啊！為了這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包括聯想、海信、蒙牛在內的中國官方贊助商，同樣已經提前向國際足聯支付了超過5億美元，那幾十億人民幣啊，巨額的真金白銀啊！於是，一場極具戲劇性的深夜跨國斡旋上演了。根據澎湃新聞、騰訊新聞、Do News 等等，5月13日當晚啊，面對談判的全面停滯，倍感沮喪和這個手足無措的這個國際足聯秘書長啊馬蒂亞斯，去拜訪了國際足聯的官方技術合作夥伴聯想集團的高層。那聯想集團董事長兼 CEO 楊元慶看到相關新聞並得知危急的情況後，立刻敏銳地認識到，
這將是一個多輸的災難性的局面。他果斷地指示联想的市场部门負責人全面介入這场高壓谈判，並主動表示看看能不能做點什麼幫上忙。那5月14日的下午這位联想高管以這個國際足聯和央視双方都高度信任的中間人的身份強勢入局了。那他向國際足联清晰地傳遞了一個底線，他警告說，如果不降價促成中國內地的這個轉播，中國球迷看不到球是小事，中国企業的龐大贊助價值將受到毀滅性的打擊。這不僅影響贊助商權益的兌現，更會直接削弱國際足聯未來在全球招商的信心和定價的底氣啊！在聯想高層的牽線搭橋之下，基於信任，原本劍拔弩張的雙方終於放下了戒備，坐下來開始積極地表達真實的訴求。那從這個5月14日下午一直持續到5月14日的深夜雙方展開了持續數小時，夾雜着中文、英文微信、電話、郵件各種密集溝通協調。最終在面臨巨額贊助商崩盤的實實在在的壓力下，國際足聯低頭了，提報了它的最低底價。直到14日深夜，央视对這個極具誠意和現實意義的底價表示了認可，双方終於趕在凌晨敲定了所有的細節分歧，達成了共識第6章我們來看大結局這個深淵啟示，定價權重構的成人禮。那北京时间2026年5月15日下午，悬在1萬中國球迷心中1個多月的巨石終於落地。這個現在央視這個改名叫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很拗口的一個名字中央電視台多順口呀。這個與國際足球聯合會這個國際足聯共同發布官方公告，正式確認就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權合作達成了共識。這份沉甸甸的合約不僅包含了迫在眉睫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還順帶鎖定了2030年世界杯男足以及2027年和2031年2屆女足世界杯。央視確認獲得了本周期合作賽事在中國大陸的獨家全媒體權利及媒體分授權利，那全面覆蓋了開路電視、付費電视、互聯網、移動設備等全平台。這個央媽這個對吧？這個是所謂這個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制度所謂的這個制度優勢就是反正它这永遠是壟斷那至於那個最刺眼也最引人注目的核心數據，根據多名知情人士向新浪體育等媒體透露，美加墨世界杯的單届轉播費最終被死死定在了6000萬美元，約合這個4億元人民幣。那從最初傳聞的今天3億美元，甚至打包8億美元的這個狂妄報價那最終呢跌落在了6000萬美元，成交了成交價較最初的試探性報價暴跌了驚人的60%到80%那中國央视呢用極其漂亮的博弈手腕和坚如磐石的定力，確實完成了這場商戰史上的壓哨絕殺那事後央視體育頻道的相關人士在接受採訪時動情地表示，這個央視總台感謝全國網友的支持我們一定用更扎實的工作回報大家。央視也預計在支付了這6000萬美元之後那通過廣告收入和版權分銷，單屆世界杯的收入依然有望達到大概是50億元人民幣還是會賺得盆滿缽滿那位在談判桌上被中國市場用現實狠狠上了一課的國際足聯秘書長馬蒂亞斯·格拉夫斯特倫在簽約之後接受媒體採訪時，也展現了極高的外交辭令他體面地盛讚央視是完美的合作夥伴，並特意點名致謝了聯想高層的關鍵助攻。他強調，中國市場對於全球足壇至關重要，我們深知中國球迷對足球的熱忱，也十分榮幸與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攜手合作讓中國所有球迷都能收看世界杯賽事。但這番冠冕堂皇的表態背後其實是多方利益極致博弈後勉強維持的平衡與共贏央視呢省下了寶貴的外匯守住了這個所謂的商業底線其實沒有什麼商業底線它就是便宜了它也不是個商業機構那中國億萬球迷保住了免費在本土主流平台看球的權利，那聯想、海信、蒙牛等中國大贊助商保住了品牌曝光的核心流量池。國際足聯雖然少收了幾億美元的轉播費，卻也徹底穩住了中國這個全球最大的贊助商金主的陣營，避免了全盤皆輸的災難性的後果。那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哨聲即將在北美的綠茵場上吹響了。那對於中國體育產業而言，一場關乎全球話語權爭奪的更宏大、更深遠的比賽，才剛剛迎來它的下半場。那感謝大家收看欢迎大家這個訂閱我們的頻道这個我們基本上每天都更新歡迎開啟小鈴鐺。
歡迎大家下載我們的真朋友 APP，言論自由的社交媒體和通訊網絡。我們下期節目再會吧。